我们在上一支影片里面介绍了 MPV 这一个多媒体播放器，那它是一个免费跨平台而且开放原始码的一个播放器。那如果说你以为它就是功能就是像一般的播放器这样子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它事实上更加强大的功能呢，是在它的这一个扩充能力上面。我们可以透过自己写 JavaScript 或者是写这个 Lua 这一个语言的脚本呢，来扩充它的功能。那在MPV 的网站上面呢，也已经有了很多其他人写的扩充的脚本。那我们可以到扩充的这脚本的资料夹里面呢，去看看有哪一些扩充功能是我们可以来使用的。那今天我会介绍一个扩充的脚本呢，MPVisuals， 它是 Lua 的脚本哦。那它可以让我们来自动复制影片的字幕到系统剪贴簿里面，而且呢，也能够跟 Anki 这一个系统呢做整合。那透过 MPVisuals 呢，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在建立Anki 它的一些牌组里面的一些笔记，对于我们在学习语言上面呢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执行的范例。我们首先要把 Anki 给启动起来。那在 Anki 启动起来以后呢，我们也必须建立一个叫做 Learning 的牌组。那这个 Learning 的牌组呢，就可以放置我们一个笔记类型哦，一个日语的学习的笔记类型。那我们现在就透过这个一个撰写的批次档来把 MPV 给启动起来。同时，我们在这个批次档里面呢，指定好了3个字幕档。好，那这是一个范例我从那个 TED 上面随便抓的一个日文的一个影片，然后呢，它会有字幕。那我们呢可以按下 A 以后呢，把 MPVisuals 的功能把给显示起来那我们再按一个 I， 就可以看到它有更多的功能。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按下一个 G。好，你可以看到它就会弹出一个新增笔记的一个视窗，我们就可以根据我这个影片的内容呢，产生一个新的笔记，或者是呢，我们直接点击它这边有一个 N， 好，它就会自动帮我们产生在我们这个 Learning 这个牌组里面呢，会帮我们产生一个新的笔记我们把它打开，然后呢，选到这个 Learning， 到最后面呢，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复制出来的这个笔记，直接就从我们的影片呢产生出 Anki 的一个卡片。那对我们的学习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首先，我们要先建立整个测试的环境那第一个动作呢，就是要把我们的范例的影片能够下载到各位自己的硬碟里面那我这边有提供了连结。那如果这一些连结呢，我会放在说明栏里面。那如果你觉得说明栏里面的内容不是非常清楚的话你可以到我的部落格的解说文章里面再去看是不是有更详细的一个内容那基本上部落格的内容就是会是我这一个简报里面的这一些内容。那首先我们就把这个下载下来的这些档会有一个影片档那这是 720p 的一个影片，然后还有一个英文字幕，还有一个繁体中文跟日本语的字幕，所以总共会有4个档案就是一个影片档跟3个字幕档那我们为了方便测试就先把这4个档案复制到 MPV 的安装的资料夹里面，然后接着我们再在 MPV 的安装资料夹里面呢，建立一个 play.bat 那这个 play.bat 呢，就是叫用 mpv.com 这个指令然后后面用减号 sub 减号 file 把3个外部的字幕档呢指定好那这个dash sub dash file 呢就是指定字幕档，然后最后面再指定我要开启的影片档。那这样子呢，就能够把我们的影片给显示出来了那显示出来以后我们有几个按键可以使用就是按 V 的话就可以把字幕给隐藏起来，或者是再显示出来所以这个字幕的显示的这个切换呢是按小写的 V。那因为我们有3个字幕那再加上没有字幕呢，所以总共会有4种状态。那我们可以按下这个小写的 J 呢来做切换我现在来执行一遍给大家看好，我们就先执行 play 这个就是我们的批次档。好，
那因为我们叫 mpv.com 的话，它后面会有一些系统执行的状态会显示出来，那这样会比较方便我们来观察影片执行的状态，所以建议大家用 mpv.com。那如果说如果都显示的正确的话，那当然你可以直接用 mpv.exe。好，那我们就按这个小写的 V 哈。它就会这一个字幕呢就可以做切换，这样你是 V 又重新出现。那按 J 的话呢，就是会有不同的字幕做切换。好，那这个是繁体中文跟日文两个双语言的。那再按一个 J 呢就变英文的。再按一次呢就是没有字幕的。再按一次呢又回到是日文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下载影片完以后，直接用 MPV 的一个测试的状态。下一步我们就是要来下载 MPVisuals 这一个脚本哦。那我们到 GitHub 的这个网站以后呢，找到这个 Releases 这一个连结，点击进来以后呢，去下载它最新的这一个版本就可以了哈。也就是我们到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一个MPVisuals v0.14.zip。那我们把这一个档解开以后呢，它基本上呢会有3个档案哈，然后我们就直接把这3个档案呢复制到对应的资料夹里面哈。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个 scripts 这个资料夹，那我们就把解开的这个 main.lua 这一个档案呢放到 scripts 这个目录里面，然后再把另外2个zip 档放到 Lua 这个资料夹里面，因此会有main.lua 呢是放在 scripts 里面，然后剩下解压缩的 OSD 底线 styler 跟subs to srs 点 Lua 呢是放在Lua 这个资料夹里面哈。那理论上照 GitHub 上面的说明应该这些脚本应该都是要放在scripts 这个资料夹，但是我在 Windows 里面测试全部放在 scripts 里面会出错，那必须把额外其他这2个 Lua 档放到 LUA 这一个资料夹里面，那就可以正常的执行了。那这个是脚本安装的一个步骤。接着第3个步骤就是我们要来下载MPVisuals 的 Anki 的排组跟它的笔记类型的一个范例那我们一样到我提供的连结里面到这个 Anki Web 上面呢，找到这个 example MPVisuals cards 这一个网页，然后点击它下面的这一个download， 好，就点击这个 download。那它下载出来的呢，它会是一个点 APKG 的档案。我们下载好以后呢，就启动了 Anki 系统，然后在 Anki 里面的档案汇入，去指定我们刚刚下载好的这一个example 底线 MPVisuals 底线 cards 点 APKG 这个档案然后有了这个档案以后呢，我们就让它直接做汇入。那汇入完以后呢，它就会帮我们建立一个 example 的一个排组。那接着我们要把这个 example 这个排组的名称呢，把它命名成 learning 从这个齿轮这边呢点击重新命名。然后把刚刚的这个 example 呢改成 learning 主要是因为它的 Lua 档里面呢直接写死那我使用了它说明的设定的档案呢，它一样没有办法成功因此我们干脆就是把这个排组的名称呢就改成跟它的脚本一样叫做 learning。那有了这个 learning 以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排组里面，我们可以从工具的管理笔记类型里面呢，就可以看到它会多出一个 Japanese sentences 这一个笔记类型那到时候我们新增的会使用这个笔记类型。好，我们在排组这个画面里面呢，点击了 learning 以后，接着我们就可以直接点击这个浏览它就会出现这个浏览的视窗，然后再点击这一个 learning 一次，就会显示出所有我们的卡片我们所有建立起来的卡片。那这个最后面这一个没有这个第一个栏位的这个内容就是我们刚刚按了N 产生出来的新的笔记也就是我们刚刚示范的这一个。那事实上我们在这个 MPV 里面如果我们要直接绘出笔记的话呢比如说我这个要直接绘出呢，它也有个 hotkey 就是 Ctrl E 英文的 E
哦，那你可以看到它后面这边会出现一个Note Editor 哦，然后会有一个 Anki 的笔记的代码哦。那这个呢，它也就是直接就帮我们又多新增了一个出来。那这个就是刚刚会出来的新的卡片。好，那今天就是我们可以使用 MPV 的扩充的脚本呢，来扩充整个 MPV 的功能。好，可以说它这个功能就比别的多媒体播放器呢强大很多。好，那我们今天就先简单的介绍这一个跟 Anki 的整合的这一个脚本啊，那希望对有在学习语言的朋友呢，能够有一些帮助。谢谢各位。